请等一下。你是？哦，抱歉，打扰各位了。我叫夏燕，是一名骑士。原来是骑士先生。您好，请问您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想请问各位，是否有人知道恶龙的下落？恶龙？你找恶龙做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问那个畜生的下落？难道你又想把他招来吗？他把我们的村子……冷静。失礼了，骑士先生，大家并没有恶意，只是……难道你们也被恶龙袭击过了吗？是的。我们原本是住在附近村落里的村民，3天前，我们的村子遭到了那条龙的袭击。它口吐着烈焰，巨大的翅膀挥动间便卷起飓风。我们的房屋和田地就这样被彻底摧毁了。很多没能逃出来的村民，都被永远地留在了那片废墟之中。但那条恶龙并没有就此罢手，它还掳走了很多无辜的人。我的妻子，还有刚刚那位婆婆唯一的女儿，都是如此。我们至今都不知道，他们是否还活着。和我们一样，这段日子以来，有许许多多的村子和城市都被它毁掉了。受灾的人们只能四处逃窜，寻找着暂时的安身之地。我们……抱歉，让你们想起了这些糟糕的事。这一路走来，我也听说了不少关于他的恶行。刚刚在远处看到你们，我还以为你们只是普通的过路人，我没想到。没关系，我们也总要学着去面对。不过，骑士先生，您为什么想要寻找那条恶龙？因为我要找到一位对我而言十分重要的人。尊贵的骑士先生，请问你为何而来？我想要找一个人，他失踪了，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。哦，找一个人，什么样的人？一个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人。一起长大的人？从大战开始到现在，已经8年了。出征的那一天，我向他承诺，会平安地回到故乡，和他永远生活在一起，再不分离。可大战结束之后，当我回到村子里，迎接我的只有空荡荡的一间屋子。我向周围的人询问他的下落，但他们却说，他在某一天突然就消失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当时所有人都以为我已经死在那场战争中了。他……你有没有想过，他只是不想再等下去了，或者他也以为你死了，所以换了一个地方生活？不会的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最清楚。我知道，就算是我让他难过了，就算是所有人都说我已经死了，但只要没有见到我的尸体，他就一定不会放弃。
他会一直等我。一定是发生了什么，才让他最后选择了不告而别。所以我想要找到他，我想要知道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明白了，那么，请稍等片刻。这是……你知道恶龙的传说吗？恶龙？这条龙在大陆上胡作非为，四处播撒破坏与毁灭。如今，它的恶名可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。但这和他有什么关系？和它具体有什么关系，我不清楚。但从水晶球里的影像来看，只要杀掉恶龙，得到它守护的宝箱，那里就有找到它的方法。你确定？当然，我的占卜还从来没有出过错，不然骑士先生你也不会来找我，对吗？他们说，你是整片大陆上最强的占星师，没有你不知道的事情。所以你更应该相信我，不是吗？我明白了。那这条恶龙现在在哪儿？这个就要你自己去寻找了。不过有件事情你需要提前想好。你是一位骁勇善战的骑士，但前方的道路或许比你想象的还要危险。就算这样，你也要去吗？没错，我一定要去。哪怕需要付出你的一切作为代价。所以，我只能按照占星师说的，边旅行边寻找恶龙的线索。这么看来，您要找的人，想必也是被恶龙掳走了吧？不仅是您要找的这位小姐，前前后后那条龙已经掳走了许多善良的女孩子了，甚至就连城里很多贵族的小姐和夫人都没能幸免于难。那之前被掳走的那些人中，有没有人曾经回来过？没有，自从被带走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了。恶龙有没有伤害他们？他们是否还活着，或者是被关在了哪里？没有任何人知道。没有任何人知道吗？既然没有人知道，那就代表着还有希望，对吗？既然没有人知道，那就代表着还有希望，对吗？这……我明白你们的顾虑，但对于我来说，只要还有一线生机，我就绝对不想放弃。所以，拜托了，关于恶龙的事，各位有人知道任何线索吗？关于恶龙的事情，我了解的不是很多。不过，3天前，我逃出村子时，好像隐约看到恶龙飞往了这片森林西北方那座最高的山峰。西北方向的山峰吗？是的，不过那座山峰距离这里远比肉眼看到的要远，而且这片森林的尽头还有一段布满了荆棘的道路，普通人根本无法通过。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多少人去过那儿，所以龙到底在不在那儿，我也不敢确定。原来如此，不过这个说法值得一试。那个恶龙的事情，我之前也听说过一些。
那条龙应该就是栖息在那座山峰上的。你确定吗？2周前，城里有一位工匠，跟他的兄弟们一起去了那里。结果过了好几天，除了一个年轻人之外，队伍里的其他人都没有回来。那个年轻人提过，他们在山上正面遭遇了那畜生的袭击。但很可惜，他当时伤得太重，没过几天就去世了。在那以后，哪怕是城里的贵族出了重金，也没有人再敢去送命了。我们已经放弃了。我明白了，谢谢各位向我提供了这么多的情报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还要向那座山峰行进，就先告辞了。骑士先生，您真的要去找那条恶龙吗？那条龙又大又凶残，您会没命的。您不知道，那个回来的年轻人他……谢谢你的关心，但这是我和他共同许下的承诺。无论前方有怎样的困难，哪怕所有人都已经放弃，我也不会停下脚步。骑士先生，既然您已经决定要去，那我们也没有理由再劝说些什么了。前路艰难，想要打倒恶龙也绝非易事。我们能做的，只有祝福您早日找回自己的爱人，平安归来。谢谢各位。日食的前兆吗？或许真的像先前那个人说的。骑士先生，先前那个回来的人在去世前说，日食之日，恶龙的力量似乎会被削弱。削弱？那个人去世前一直在重复这件事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。如果您真的要接近他，或许可以选择这一天。我明白了。按照日相来看，日食恐怕要到明天才开始。周围的这些火山目前状态都不稳定，现在绝不是最佳的时机。先去森林附近搭建一个临时的住处，等待机会吧。很快就能够再见到你了，对吗？对不起，这么久以来，我连一次都无法联系到你。那个时候，你一定很担心吧？也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，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？一个人面对那样一条恶龙，你害怕吗？有没有受伤？别怕，我马上就来救你。我们约定过的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不会离开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独自承受这一切了，就是明天了。等我。晚安。
夏燕，你回来的正好。团里新到的军粮刚搬完，你家那口子的线我给你带回来了啊。队长，咱们现在可还在军团里呢，就算你要称呼他，成，你夫人寄来的书信，这回行了吧？我们还没结婚呢。哎，不过老实说，小姐对你是真的挺好的。那么多的军粮和书信，我都不知道她究竟是怎么让人运送过来的。我记得她好像是个平民吧，连封地都没有的那种，有心了。夏燕，我看人家可比你还要主动，拿出点你的骑士精神来啊！虽然咱们现在也联系不到外界，但队长在内心里支持你。谢谢你，队长。不过你有句话说的不对，虽然我不能给他回信，但这就是我对他的回应。我的心永远和他在一起。等到大战结束的那天，我会健康平安地回到他身边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再也不会离开他了。那个时候我以为，只要大战结束，我就可以和你团聚了。到时候我们可以像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，健康平安地走完一生。但我没想到，你知道吗？那8年里，我一直都是这样，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地想着你，独自一个人说话。你写给我的每一件事，我都记得。你说，邻居家阿姨的小狗又把门口的蔷薇花圃踩乱了。你说朋友送来的蜂蜜很甜，你也想去养蜂场看看，但知道我一定不同意，所以就没去。还有很多很多，这些事情，每一件我都记得很清楚。我真的好想你。糟糕，情绪一下有些失控了。明明昨晚我还没有那么难受的，但或许是因为梦里又见到了你吧，所以我才……现在可不是伤春悲秋的时候，我得养足精神，才能好好应对接下来的战斗。要来了吗？等我。机会来了！快跑！拿上那柄匕首，立刻从森林里跑出去。路上有我留下的标记，沿着记号走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你。不行，
想要避开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这已经是被削弱的力量了吗？再这样下去，很快就会失去全部落脚点的。该怎么做？你想杀了我吗？做梦！只要是在喷火之前的瞬间，只要抓住那个瞬间，能攻击到你的要害的话，我就还有机会。就是现在！别想逃！到此为止了。等一下，这个你带在身上。这是……如果星盘开始闪烁，那就是我对你的提醒，立刻停止战斗。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。骑士先生，你的确有着非常丰富的战斗经验。但我是唯一一个能够帮你的人，所以相信我，好吗？竟然伤得这么严重吗？果然，那条龙的力量……怎么会这样？我和那条龙之间的实力差距，真的有那么大吗？再这么下去，我要怎么救他？是你，骑士先生，别来无恙啊。看起来你听见了我说的话，做得很好。这种眼神，你是在不甘心吗？与你无关。与我无关？你还记得当时我说的话吗？你是一位骁勇善战的骑士，但前方的道路或许比你想象的还要危险。就算这样，你也要去吗？没错，我一定要去，哪怕需要付出你的一切作为代价。如今，现实有改变你的想法吗？
不会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的想法都不会改变。不改变，那你能做什么呢？刚刚的战斗，你应该意识到了吧？你和那条龙之间有着天然的力量差距。你的战斗看似占了上风，但结果呢？即使是在力量已经被日食削弱的情况下，你对他的有效攻击也只有那一剑而已。而你已经伤痕累累了，你还能支撑多久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不能放弃，我一定要得到宝箱，把它找回来。其他的，我什么都不想考虑。值得吗？值得。我向他承诺过，会回来见他，会平安地告诉他一切都结束了。从现在起，我们再也不会分开。我每天都在想他，我每一天都在期盼着能够见到他。他寄来的每一封信，我也都看了无数次。他是我的全部，我不会就这么放弃的。所以，你还要再去找那条恶龙？没错，而且不仅仅是找到他，我还会像你说的，击败他，杀掉他，无论让我付出什么代价。我明白了。那么，我再告诉你一条信息吧。你知道那条龙为什么一定要飞向那座古堡吗？你是想说，宝箱在？没错，正是因为那个对他来说最重要的箱子就在城堡里，所以受到攻击的那一刻，他自然会回到那里。10天之后，日食便将结束，天空将恢复成先前的模样。破晓之前的黎明总是最为黑暗的时刻。10天后，天空由暗转明的那段时间，恶龙的力量会达到最弱，同时，它还会完全失去喷火的能力。如果你一定要去，就选在那一天吧。谢谢。谢谢就不必了。不过骑士先生，最后提醒你一句，你选择的路布满了未知，希望有一天你不会后悔。我当然不会。那样最好。这块宝石还是你送给我的呢。我还记得出征的那天，你站在送行队伍的最前方，哭得一塌糊涂。分明要出征的是我，可你却看起来比我还要激动。你一直一句句地提醒我，一定要好好照顾身体，不要逞强。然后我笑着捧起了你的脸，对你说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出发前，你从经常用的镜子上取下了一块红宝石，嵌在了我的剑上。你说那面镜子是一个高人教给你的，有着神奇的力量。特别是这些红宝石，它们代表着不可浇灭的火焰和燃烧的生命力。我们互相许下承诺，然后你看着我骑上马，可我却没有回头。我想着大战结束之后，很快便能够见到你了。但现在想想，当时我应该再多看你一眼的。你知道吗？那时有一句话，我没有和你说。红宝石不仅象征着热情和生命，
同时，它也象征着爱情。那时我告诉自己，大战结束之后，一定会向你表白，让这颗红宝石来见证我们的爱情。所以，再稍微等我一下吧，还有10天。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一定会取得胜利。你是来阻挡我的吗？看起来那名占星师说的都是真的，宝箱恐怕真的就在古堡里。那么，你的力量在今天最弱，应该也是真的了。你看起来很兴奋吗？刚好，这一次，就让我们战个痛快吧。这是最后的机会，我不会再让你逃走了。开始吧！不行，还不能倒下。这算什么战斗？根本就是互相厮杀。但你以为我会害怕吗？别开玩笑了，你根本就不会懂，我是抱着怎样的心情挥出每一剑的。不过，你也不需要懂了，毕竟……虽然这一切你现在都无法听到，但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8年来让你孤独一人，对不起，这8年后还要让你独自面对恶龙。你知道吗？在我回到村落，却没有看到你的身影的时候，我有多害怕。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我怕我救不了你。让我再见你一次好不好？哪怕只有1瞬间，只有1秒也好。到此为止了吗？可我，
就要这么输掉了吗？可是，还是不甘心啊！我还没有找到他，我还没有见到他，我。是你吗？是你吗？你是在安慰我吗？我不怕。开心的事情也好，痛苦的事情也好，这所有的一切，我都不在乎了。我会坚持到最后一刻的。你就是我的力量，我会为你战斗到生命的终结。就是现在！结束了吗？接下来，只要找到恶龙的宝物，就能见到你了。等我。这是。这不是你经常用？不，我在这儿，我还活着，我就在这儿啊！啊！不可能，不是的，一定不是的！你怎么会是那条龙呢？不可能，我不可能杀了你！不可能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是的，这不是真
这不是真的。所以那个时候，你才停下来。你认出我了，对吗？你为什么不逃呢？为什么要等着我杀了你呢？你睁开眼睛好不好？你回答我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！可怜的骑士先生，你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是你，是你，是我，骑士先生，那个为你指引道路的人。指引道路。对了，你什么都知道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早就已经知道了，他就是恶龙？是的，我什么都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让我来找他，还要让我来杀了他？我让你杀了他，这你就错怪我了。我只是一个占星师，我所能看到的都是既定的事实。这就是你和他的命运，你们注定只能迎来死亡的结局。不可能！什么命运，什么结局？我不信！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。我再去找，我再去找，一定会找到的，一定会找到的。还有一个方法，或许能够救他，但是什么？很简单，用你的生命和恶魔做一次交易。交易？没错，只要将你的心脏献上，他就能够再次活过来。但是，他会失去所有与你有关的回忆。或许他会与其他人相爱，度过幸福的一生，也或许……要怎么做？你能见证契约吗？当然。把需要我做的事告诉我，我们马上开始。好。不再对他说句话吗？没想到，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竟然是这样。但还好，你可以活下去了。有些话，以前我没来得及说，现在说，应该也不算晚。再见，愿你今后的人生能够幸福快乐。我爱你。
什么命运，什么结局，什么恶魔的交易，太蠢了，真的太蠢了。不过，谢谢你们，这场戏我看得很过瘾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怎么突然胳膊变得这么麻？明明我睡得挺好的呀。啊，你怎么了？什么？怎么了？好了，没事的，有我在你身边呢。要是还有点害怕的话，需要我给咱们大律师唱首歌吗？那你先坐好。那大律师今天要听什么？还要听小星星吗？Twinkle, twinkle, little star,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. 嗨，早上好，起床了吗？哦，我买了一款中世纪风格的游戏，很有趣，所以想问你要不要来一起玩？这游戏还能开双人联合模式，我们还可以像以前一样一起刷新游戏的记录哦。游戏剧情，哦，大概就是一名骑士为了找到失踪的爱人，踏上了屠龙的旅程。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挺精彩的，中间几次和龙战斗的动画做得也特别逼真。哎，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不想玩这个游戏？为什么呀？是这个剧情让你不舒服吗？啊？和这个剧情一样的噩梦，主角还是你和我，我们还没有好结局。傻瓜，那只是个梦而已，不能当真的。而且大家不是经常说吗？梦和现实是相反的。你看到了一个坏结局，那就证明我们一定会有好结局啊。所以别害怕，没事的。要是你还是觉得不安心的话，那不如我们联手一起通关这个游戏吧。
我会向你证明，我们一定能打出 happy ending。